当大舅哥无意中得知曾经那个废物妹夫竟早已是个亿万富豪时，直接震惊到当场昏迷。被我紧急送医后，终于知道了卖妻求荣啥的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臆想。得知真相后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唐先生，您怎么了？救护车，快打电话喊救护车！正在开会的叶枫听到这话，立马看了过来，这才发现倒下的人是唐明海，他连忙走了出来。等救护车还不如我开车快呢，把人背到我车上吧。四周的员工立马吩咐将人抬到了车上，然后叶枫飞快地驶向医院，将人送进了病房。叶先生，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可以随时吩咐我。应该没什么大碍，让葛总费心了。苏秘书微笑着道：“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何况唐先生是在公司里面晕倒的，总不能不闻不问吧？不过叶先生和唐先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看他好像对您不是很了解。”叶枫并不打算说太多，敷衍地回答道：“他的确不怎么了解我，至于误会也算有吧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家长里短的，谁家没本难念的经。”苏秘书很聪明，也看出了叶枫不想多说。我去给您买瓶水吧，您稍等一下。行。就在苏秘书走后没多久，一对年轻夫妻从电梯里出来，左右看了看，便直接朝叶枫这边走来。兄弟，我老婆怀孕了，麻烦起来一下。叶枫看了眼旁边空荡荡的位置，有些不明其意。他下意识多看了两眼那个有纹身的孕妇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，不知道给孕妇让座。叶枫实在不明白他哪来这么大的脾气，他也不是这么好脾气的人，淡声道：“旁边有座位，没有不让你坐。”年轻女孩不满的道：“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啊？我怀孕了，我老公不得在旁边伺候着，我坐下，你让他坐呢？哎呦喂，现在的人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连孕妇都不知道体谅。”叶枫懒得理他，背靠在椅背上不说话，可对方却不依不饶的道：“看你这样子，估计混得不咋地，所以才这么喜欢找存在感的。”年轻男子可能也觉得老婆说话有点难听，拉了他一下，他却更加不爽。拉我干什么？不就是他没素质吗？还一个劲的盯着我这个美女看，跟个流氓似的。年轻男子颇为头疼，因为老婆脾气太大，他也管不了。我不觉得你很漂亮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这话让年轻男子顿时不高兴了。兄弟，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搞得好像你老婆很漂亮一样，装什么啊？不让座就不让位，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叶枫失笑，到底是谁废话多啊？这时买了水的苏秘书也回来了。叶先生，您的水。这对年轻夫妻看到妆容精致的苏秘书，不由得愣了下，因为苏秘书实在是太好看了，而且从苏秘书的态度来看，这男人显然也不一般。此时几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匆匆走了过来，苏秘书连忙介绍道：“这位就是叶先生，叶先生，这位是医院的秦院长。”叶枫起身和对方握了握手。叶先生，久仰大名了，葛总已经和我说了，您大哥在我们医院，请放1万个心，不管有什么需要，都可以直接和我说，保证用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医疗设备、最好的药物。旁边的年轻夫妻看的人都傻了，这个男人身边不但有漂亮女人，连医院院长都亲自跑来，还这么热情。可他们自己想预约个医生都费劲，那就拜托秦院长了。秦院长点点头，带着其他人进入病房进行更详细的诊断。年轻女孩不知所措地站在那，男子看向叶枫，欲言又止。他想道歉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们还做不做了？不做了，不做了。两人说完，就脸色难看地去了别的地方。苏秘书不解地问道：“他们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”不知道，可能脑子有问题吧。苏秘书听得一怔，随后便明白过来，刚才那两人一定让叶先生不快了。他眉头微皱，正准备去找那两人的麻烦。没什么大事，不提了。对了，这位秦院长和葛总关系很好吗？苏秘书知道他是在故意转移话题，便道：“还行吧，之前有几次互相都有帮忙。”两人正聊着，秦院长就从病房里走了出来，道：“经过初步诊断，是精神上受了极大刺激，加上长期不运动，血脂什么的有点高，一时间有点脑供血不足才昏迷的。我已经让人给他办住院手续了，调理几天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”谢谢秦院长了，您多费心，这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，没什么。那我先去安排后续的事情，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沟通。此时唐明海才缓缓苏醒过来，他吐出了一口浊气，接着便迷茫地看着四周，不清楚自己现在在哪。叶枫听到动静走过来道：“这里是医院，你在公司昏倒了，医生说是精神受了些刺激，又长期不运动，脑供血不足引起的，没什么大事。”唐明海看着病床旁的叶枫，意识快速恢复着，逐渐回忆起昏倒前发生的事情。只是那些事情记得越清楚，他的表情就越复杂，心里乱得像一团麻。叶枫看出这一点，便转头对苏秘书道：“我和他单独说会话。”好的，我就在外面候着，您有事随时喊我。苏秘书微微鞠躬，离开了病房。等病房门关闭，叶枫坐在病床旁道：“现在没人了，我们可以说说自家人的话了吧？”唐明海听到这话沉默不已。自家人的话说什么？怎么说？说我唐明海被你叶枫吓得当场昏迷，老子这辈子就没这么丢人过。见唐明海不说话，叶枫真诚地说道：“我知道家里对我一直很有意见，让微微受了很多苦，这些我不否认，也愿意为此向家里道歉。但无论人还是事，都会变的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叶枫了，也可以保证让微微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只是需要你们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能够证明自己，或者说，请你们相信我。”叶枫说的真诚备至，唐明海也感受得到，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说愿意相信吧，显得太巴结了；说不愿意相信吧，这特么都亲眼看见了，
还怎么不信？此时叶枫见唐明海始终不说话，很是无奈的站起来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有些事情只有你们给机会才能证明，我也不好说太多。你在这里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回去了。眼看叶枫就要走了，唐明海终于忍不住咳嗽了声。等一下，叶枫转过身来看他，唐明海表情有些尴尬的道：“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谈。”叶枫回来重新坐下，脸上多了丝笑容。那就谈谈。唐明海想了想，直接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：你和葛总？我和葛总属于合作关系，北区的地块一开始是我建议他买下来的，那时候价格还很便宜，后来索性连带着规划给他一起做了。葛总觉得我能力还不错，所以随后叶枫就把他和葛清泉的关系详细的说了一遍。唐明海本想保持镇定，但他越听就越觉得震惊。等叶枫讲的差不多了，唐明海已经听得有些失神。所以说，他们讲你从葛总这拿了20亿，却为他赚回来超过150亿，也是真的？差不多吧。唐明海忽然很想骂人了，你他妈怎么可以这么淡定？这可是150亿啊，是你不是吗？他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这才又问道：那你自己又赚了多少？没多少，10几个亿吧。唐明海听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差点就被活活憋死。时至如今，唐明海已经可以确定2件事：第一，老唐家对叶枫的误会实在离谱；第二，叶枫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了，现在的他让人只能仰望。所以你现在是个亿万富翁？唐明海问完就有些头晕目眩，他甚至感觉自己快不行了，因为不管叶枫从前做的如何，他对叶枫也绝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。过了许久，他才悠悠地吐出一口气。我在医院的事情，你没和小妹说吧？叶枫摇了摇头道：没有，你的并不算严重，我不想她有多余的担心。唐明海听得苦笑，一直以为你对小妹很不好，可是现在看来，你还是很宠她的。叶枫笑了笑，微微是个好女人，我当然要宠她。另外，我准备下个月12号重新为她举办一场婚礼，算是补偿之前的亏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带爸妈一起来。是想证明你真的崛起了吗？一部分吧，另外也是希望能够解开这些误会，一家人和和睦睦。唐明海沉默片刻，然后道：我回家和他们说。行。随后医生过来确认没问题后，叶枫才开车将他送到了家门口。唐明海看着轿车的尾灯消失在视野中，才深吸了几口气，往家里走去。回来了，让您办的事情办了没有？